男人来到杀手联盟下达任务，要求老板派出杀手杀死自己。杀手联盟老板一脸诧异，以为他是来挑事的。也不怪女老板有钱都不想赚，因为这男人本身就是一个顶级杀手，他之所以雇人杀自己，就是为了骗取巨额保险金。大壮是一个冷酷的职业杀手，他业务能力极强，出手狠辣，刀刀致命，绝不留情。今天大壮接到任务，去剧院杀死坐在包厢里看戏的黑帮大佬。他一路大摇大摆地往包厢走，根本不想隐蔽一下自己的身形，因为所有见过他的人都死了。大壮顺利进入包厢，一枪崩了黑帮大佬，旁边的美女吓得扭头就跑。大壮没有追出去灭口，因为他的目光都被舞台上翩翩起舞的红裙女孩吸引了。欣赏了片刻舞蹈，大壮赶紧撤离现场。刚来到走廊里，他突然感觉头疼欲裂，耳鸣胸闷，差点晕厥。靠着坚强的意志力，大壮缓慢走出去，并没有被任何人发现异常。此次暗杀行动到这里都十分完美，直到大壮的一个怨种同行出现了。这傻鸟也是个杀手，只是姗姗来迟。进入包厢的时候，发现黑帮大佬已经挂了，他还没来得及跑路，就被大佬的保镖发现了。一场枪战在所难免。看台上的枪声引起了全场骚动，惊恐的人们四散奔逃。混乱中，傻鸟杀手被大佬保镖击毙，看到血的观众们反而更乱了。剧院里发生了踩踏事故，舞台上领舞的红裙女孩玉米也跟随人流跑下舞台，被惊慌的观众撞倒，眼看就要被踩成肉泥了。关键时刻，大壮英雄救美，抱起玉米来到了安全地带。就在这时，那股怪异的感觉再次袭来，头疼耳鸣双重压迫，大壮痛苦地弯下身。玉米吓坏了，赶紧去叫剧团的同伴帮忙，可再回头发现大壮已经不见踪迹。第二天，大壮就约了医生检查，做了头部 CT 扫描，看起来一切正常，医生没有掉以轻心，决定给大壮抽血做进一步检查。离开医院，大壮来到了老板秃大叔家里。别看秃大叔慈眉善目，其实他正是大壮所属的杀手集团的老大。他跟大壮合作多年，彼此早已不只是上下级的关系，他更像是大壮的长辈。听说大壮身体不适，就让他好好休息一阵子，希望他能利用这段时间谈场恋爱放松一下。在之前的踩踏事件中，大壮捡到了玉米的手机，一直没机会还给他，现在刚好休假，大壮就拿着手机来到玉米的剧团找他。玉米邀请救命恩人吃饭致谢，两人相谈甚欢。大壮全身心放松，露出久违的微笑。从那顿饭后，两人的关系突飞猛进，很快经过了牵手、送花、约会、拥抱、亲吻，最后共赴巫山，深入浅出的讨论生命哲学。大壮第一次感受到了爱情的甜美。当然，谈恋爱的间隙，大壮还能抽空去杀几个人，执行几次任务。跟玉米交往的越投入，大壮想辞职的心就越强烈。他总觉得自己应该在玉米发现他的真实身份之前，先金盆洗手，找个正常的工作干干。可是秃大叔也有点发愁。突然头疼的感觉再次袭来，秃大叔十分关心大壮的身体，也开始理解大壮为什么要辞职了。大壮想买一份人寿保险，受益人就写玉米，不过可没有保险公司会把保险卖给杀手，到时候只能让秃大叔帮忙在职业那一栏上弄虚作假了。很快大壮的生日到了，玉米为他举办了生日派对，大壮只邀请了秃大叔夫妻俩来参加派对。在派对上，秃大叔看到了玉米，这确实是一个好姑娘，他也理解大壮想珍惜她，可就因为这样，秃大叔建议大壮不要欺骗玉米，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玉米。如果玉米足够爱他，应该会理解他的，毕竟当初秃大叔的老婆知道他是个杀手，也还是对他不离不弃。可大壮还在犹豫。不久后，一个坏消息传来，大壮的血液样本出结果了，大壮患的是克雅氏病，这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病变，大壮的运动神经元会逐渐分解，他的身体将失去协调性，伴随着严重的头疼和耳鸣，最后心智能力下降，成为一个废人。最可怕的是，这种病无法治疗。大壮十分悲伤，看着手机里玉米的照片，他想在最后3个月在玉米面前保持最好的形象，所以他必须要金盆洗手，不再当杀手了。他将家里那些武器全都掏出来，连夜扔到海里，然后又去找秃大叔，提出自己要辞职。大壮表示自己的病情发展得很快，手已经开始颤抖了，要是再继续接受杀人任务，早晚因为这病死在工作岗位上。他现在不光要辞职，还要买人寿保险，受益人就写玉米，自己走了总要给他留下点什么吧。大壮也不想自己等死，那样太没尊严，而且保险不赔付，所以他拿了50万给秃大叔，想让秃大叔派遣一个杀手干掉自己，毕竟投保者自杀保险也不赔付。可是秃大叔不同意，他希望大壮不要放弃生命，多找几个医生看看，万一还有救呢。可大壮不愿意，他不想让玉米看到瘫痪的自己，更不想让他知道自己的真实工作。秃大叔还是不肯接单子，他早就把大壮当家人了，怎么舍得对他举起屠刀呢？于是大壮只好去找另一个杀手组织的女老板下单。听说大壮要支付巨款雇人杀自己，女老板以为自己听错了，还有这种好事吗？他早就想杀了大壮了。
女老板果断跟大壮签了合同，今晚12点开始生效。大壮一离开，女老板立刻美滋滋地派出第一批杀手。韩国的棒子杀手团和匈牙利的摩托兄弟开始行动。此时，在韩国的某夜总会，棒子杀手团正在执行任务。女孩一招碎弹手，拉开了血腥的帷幕。配合着音乐的节奏，鲜血喷溅，碎肉飙飞。他们杀人如同一场艺术表演。谈笑间，目标人物全部毙命。而另一边，匈牙利的摩托兄弟此时正骑着大摩头，体验车猎的快乐。这2支杀手团队收到了杀了吗订单，他们被200万赏金吸引，当即接下任务。眼看就要到午夜12点了，杀了吗订单即将生效。大壮找到玉米，跟他提出分手。他说自己要离开一段时间，冷静下来想想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玉米伤心离开，临走前深吻了大壮，希望大壮能永远记住自己。可大壮刚回家就收到了医生的来电，原来之前检验员将大壮和其他患者的样本弄混了。大壮身体健康，根本就没病。现在还有4分钟就到12点了，杀了吗订单即将生效。棒子杀手团的车都开到大壮家楼下了。大壮没时间埋怨医生，他得赶紧想办法取消订单。此时棒子杀手团已经进入了大壮家。大壮询问为首的老高能不能取消订单啊。老高表示来都来了，你能让我空手走吗？于是杀手团开始行动。红衣小哥被大壮堵在厕所，大壮打算逐个击破，先打飞红衣小哥。红衣小哥一看自己还活着，急不可耐地冲上去送人头。大壮的一套操作吓坏了杀手团员，老高开始后悔接下这个工作了。电光火石之间，蓝衣小哥又不中用了，老高手下也只剩下双刀妹了。双刀妹手拿2把形状怪异的武器冲向大壮，一刀砍在大壮身上。大壮好像根本不知道疼，任凭刀子砍在自己肩膀上，还用肌肉将刀子紧紧夹住。双刀妹发现刀子抽不出来，惊慌失措下被大壮打碎了一口烤瓷牙。大壮把牙扔给老高，老高丝毫不惧，现在就让你看看大韩民国高手的实力。果然是老大，半边脑袋没了还能抽烟呢。双刀妹还没死透，从地上爬起来继续挑衅大壮。大壮看他一个人孤单，好心送他去见了队友。这时候大壮才腾出时间找女老板，提出200万美金不用退，但是订单要取消。女老板不愿意。这个女老板的父亲就是死在大壮手里，现在有一个可以公款为父报仇的机会，女老板说什么也不会错过。她现在已经召集了整个欧洲的杀手，不弄死大壮誓不罢休。大壮气得捏碎了手机，看来一场大战在所难免了。他赶紧拿出私人电话打给玉米，让他扔掉手机然后离开这里。那个女老板发起疯来六亲不认，玉米太危险了。很快摩托兄弟找到了大壮，他们的武器是摩托车，2轮的交通工具在他们胯下如臂指使，指哪打哪。一时间大壮也找不到应对之策，被摩托车撞得在地上连滚带爬。大壮爬起来的时候，余光看到旁边有根棍子，他灵机一动，拎着棍子躲到了墙后。大壮找到了对付摩托车的方法，直接从弟弟手里抢了摩托车，骑着逃之夭夭。第一波杀手全军覆没，女老板愤怒地将悬赏提高到400万，就不信找不到高水平的杀手干掉大壮。第2波悬赏令发出，各路杀手的眼睛都红了。杀手老黑、智障兄弟、夜店姐妹和优雅舞男接了单。第2波杀手浩浩荡荡奔向大壮身边。此时大壮来到了秃大叔家，他遍体鳞伤，需要人帮忙处理伤口。秃大叔处理伤口的方法十分特别，用502沾上就算完事，还真是一位优秀的人体修理工。秃大叔听说大壮现在的处境，也十分头疼。谁叫你当初愚蠢的花钱雇人杀自己呢？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吧？看来只能把所有来的高手都干掉，这样估计就不会有杀手有胆量接单了。大壮问秃大叔借武器，他计划金盆洗手的时候，把家里所有武器都扔了。秃大叔多少年不杀人了，家里也没啥好装备，只有过时的炸药、手雷之类的武器。不过大壮还是收下了。秃大叔的妻子知道大壮最近身体一直不好，就说给他按按摩，没想到一套乾坤大挪移按下来，大壮头不疼了，耳不鸣了，看东西都更清晰了，病竟然治好了。另一边玉米收到大壮的消息，为了不拖累他，玉米决定暂时离开避避风头，只可惜还是晚了一步，他已经被杀手老黑盯上了。老黑将玉米打晕，带上车拉走。在老黑的嘴里，玉米第一次真正了解了大壮，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竟然是杀手。玉米十分伤心。此时大壮找到了一个城堡，当成自己临时安身之所。他利用这里的地形制作了很多机关陷阱，恭候杀手们的到来。很快智障兄弟赶到城堡，大壮先扔了一枚手雷，问候原到来的朋友。别看智障兄弟智商不高，但战斗力很强，配合起来亲密无间，一时间打得大壮无力还手。大壮捡起盔甲的手套，
待到手上瞬间找回自信，在跟兄弟俩战斗的时候果然威猛异常。可智障兄弟脑子有问题，根本就不怕疼。大壮的重拳打在他们身上，就好像挠痒痒，可他们的拳头打在大壮身上，却让大壮龇牙咧嘴。很快大壮再次被兄弟打倒，到底是双拳难敌四手。好在智障兄弟缺心眼，竟然因为刚才的一拳吵了起来。偏巧他们站在吊灯下方，那吊灯正是城堡里的一处机关。智障大哥一命呜呼，大壮掰下墙上的一截鹿角，跟弟弟打了起来，很快送他们兄弟俩去地府团聚了。就在这时，夜店姐妹也到了，进门就举枪一顿突突突。大壮赶紧拿智障弟弟的尸体当肉盾，先躲过第一波攻击，可不料这对姐妹火力很猛，手雷接二连三的扔。大壮在走廊里拼命奔跑，人再快能有子弹快吗？夜店姐妹信心十足，端着枪大摇大摆的往前走，结果就落入了大壮的圈套。大壮拎起被炸的姐姐砸向妹妹，随着一声爆炸响起，姐妹花共赴黄泉。大壮一个飞跃跳出了爆炸范围，却正好滑到了武男胯下。武男优雅永不过时，每次杀人之前都要放个音乐，让杀人变成一场艺术表演。他身手敏捷灵活，不按套路出牌，打得大壮十分狼狈。就在大壮以为武男的掌要拍下来的时候，武男竟然不动了，显然是在等音乐的拍子。真是严谨的艺术家。与武男的优雅相比，大壮的招式显然粗鲁多了。只是拳脚比拼无聊，两人都拿起了长剑，可显然武男力气不够，比拼长剑落于下风。他看到地上有把枪，感觉自己的机会来了，翻身跑过去捡起枪，冲着大壮就是突突突。大壮扭头就跑，武男还以为大壮是在躲子弹，殊不知大壮是去启动机关了。这时候大壮的电话响了，是玉米打来的。大壮接起电话，里面竟然传来男人的声音。电话另一头的男人正是老黑，他告诉大壮，现在玉米在他手上，想要女朋友活命就拿自己的命来换吧。老黑话音未落，一车雇佣兵上线了，他们也是为了400万悬赏来要大壮的命的。几十个雇佣兵从一辆50红光里鱼贯而出，他们荷枪实弹，兵分几路进入城堡。此时城堡里已经满是杀手的尸体了，看上去还挺壮观。雇佣兵们小心翼翼地进入城堡，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遍布大壮为他们精心准备的见面礼。雇佣兵头领进入城堡，看到的就是一地碎肉，还真的很难杀。他心里对大壮有了几分敬畏，可已经迟了。大壮抢了一个雇佣兵的抢，干掉一串雇佣兵，顺利的逃出古堡。大壮来到古堡外，终于见到了老黑。他按照老黑的要求把枪扔掉，老黑才肯打电话给他的同事，让同事将玉米带过来。可他左等右等，没有等来同事的消息，反而等来了一辆车的偷袭。开车的人竟然是玉米，他打开车门，大壮很有默契地跳上车，两人扬长而去。雇佣兵头领此时也冲了出来，对着车子突突突就是几枪，可丝毫没有影响车子逃跑的速度。原来刚才老黑离开车子后，让刚入行的小同事看着玉米，玉米表示自己坐了太久车子，腿脚十分难受，想下车走走。小同事哪里经得起大美女的哀求，就心软放玉米下车。谁料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，小同事被玉米一闷棍打晕了，于是玉米抢了车子，带着大壮逃离危险。老黑他们这次的行动虽然失败了，但女老板已经将佣金提升到600万。老黑和雇佣兵老大眼睛都红了，看在钱的面子上，他们必须干掉大壮。在车上，大壮对玉米坦白了自己是杀手，而且自己被误诊绝症，所以才会做出这种愚蠢的事情来，给大家添麻烦了。不过他现在下定决心要金盆洗手，再也不当杀手了。玉米原谅了大壮的欺骗，他告诉大壮自己怀孕了，所以为了他和孩子，大壮也得好好做人。话音未落，玉米突然晕了。原来在刚才的混战中，他还是中枪了。大壮赶紧稳住车子，将车子停在路边，抱着玉米下车，去不远处的教堂里求救。好在玉米的伤势不重，很快就醒了过来。大壮抱着失而复得的女友，心被幸福溢满。现在气氛正好，地点正好，神父也在场。大壮决定在这里跟玉米结婚，虽然没有戒指，但不重要，有这份心意就行。大壮给玉米戴上手榴弹拉环，婚礼仪式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。就在这时，老黑闯入教堂。大壮气死了，就不能晚来30秒吗？我的婚礼马上就完成了呀！老黑举枪还要射击，这时候几枚手榴弹扔到了老黑脚下。原来是雇佣兵头领打算独吞这600万佣金，只要干掉老黑，钱就都是他们的了。老黑一看队友变敌人，为了活命，他决定暂时跟大壮统一战线。眼看老黑与雇佣兵扭打成一团，雇佣兵队长拿起一个手雷扔到老黑脚下，这是为了杀敌人，连自己队友都不放过呀！老黑虽然及时跳开逃过一劫，但旁边的一个脚手架被炸塌，砸在老黑身上，老黑动弹不得。雇佣兵队长一枪崩了队友，死的人越多，他自己能分到的钱就越多。接下来他要杀的就是老黑了。关键时刻，大壮在他身后出现，两人持枪对峙，大壮的枪没子弹了。雇佣兵队长十分得意，
反派死于话多，幸福的小两开心离去，谁也不管老黑了。女老板一看自己派出去的所有杀手都挂了，感觉欧洲的杀手快死绝了，她只得先跑路，免得被人报复。可不料秃大叔找到了她，女老板跟她的父亲一样，违反了杀手行业的规则。大壮最后的威胁终于被扫除了，一切平静之后，大壮跟玉米重新办了婚礼，大壮也终于金盆洗手，找到了新的工作。从此王子与公主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。本片最大的看点就是画面血腥，拳拳到肉，刀刀见血，无论是爆炸还是车裂，无论是砍头还所剁手，影片将各种死亡最极致的模样展现在人们面前，鲜血喷溅的好像每一刀都砍中了大动脉，看得人莫名酸爽。全片简单粗暴，打得干净利索，绝不拖泥带水，把每个杀手的形象塑造得十分立体，堪称打斗爽片。